最近很红的网对子包，对，网子包。听说这个很难买哎，它真的不好买，尤其是如果你要特别的颜色，像维维这个颜色就是最红的颜色。这是6月的时候刚上的，大家称它是平替款的机车包。这个包包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真的超级无敌便宜，这个机能性很强之外，它的新台币只要16800，是认真的哦，就有1、2、3个夹层。新版的它有做一个锁头，这个只要1000到3000日币，这对看起来很贵耶。我在东京涩谷逛街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读书的人，但是我们看包眼睛很准，哎，那边有书，那边书海里面有包哎，颜色好可爱，很可爱，它好多颜色，颜色好是不是？欢迎光临街的女人我最大。哎呀，顶奢呢太遥远了，顶配呢，哎呦，我们买了呢就很有负担哦，这日子怎么过啊？我们都听到你的心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轻奢一下，然后呢，让你呢觉得没有那么负担那么大，尤其是家里有老的跟小的。哎，对，钱不能乱花。对。顶奢真的是一花1个月的薪水就没了。那顶配呢？比如说你们随便的一台脚踏车，你都可以用好几10万。车子要照顾全家的安全，一定要好车啊。我讲的是卡达恰。哦，便那个，因为它那个卡泵的车体比较轻避震，对它那个这里下半身的健康比较重要。但它那个20几万的车价太贵了，是不是？太贵了。它是磐石吗？他刚才在下面跟我说你才是盘子，他走进来跟我说你是盘子，他讲的。西那宝是这样子啦，就我们今天就让你少盘一点哈，少走一些冤枉路，我们跟着他走就对了。景怡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杰今天轻奢就麻烦你喽。但是呢，还有一个目的，轻奢之前呢，这里有你的写真集是不是？对，这就是我去年的样子。不是，要跟大家讲，现在女人我最大的官网的主题就是轻奢。念一遍，轻奢。对，轻奢，所以请了钟瑶来拍了这个专题的策展。你看这照片多漂亮，好你看呀，轻奢哟，大片的女神，超美的。还有下一张哦。哇，好高级哦，哇，时髦，但它的妆感也非常的自然。真的哎。对，因为还看得到她脸上的那种雀斑、小雀斑在上面，我觉得那种很自然的感觉，有点裸的感觉，对不对？而且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轻奢？为什么？因为轻奢呢，你其实不是要买的贵，你有时候是要买的明白。你要知道买了这个东西，在我生活中，它帮助了我什么？对，让我生活更舒服，让我更自信，生活更美满，然后出去觉得抬得起头来，然后就很开心，但又没有花到很多的钱，钱要花在刀口上，就是我们这次轻奢的主题，所以大家可以扫描我们下方的 QR code， 然后可以上去我们的女人我最大的官网去看我们这个专题策展，好，然后可以了解一下，不管有什么时尚美妆的资讯啊，或是好康的啊，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哦。对，再听不懂，再看不懂，你就听他讲。老师好，现在的轻奢其实越来越年轻化，他们有一点点转型。对，像第1名的这个 Coach 好了，其实最近的讨论度也很高。对，除了它的服装在秀场上面被讨论之外，其实它的包包可能在电影的效应之下，其实大家都开始追。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上班族的最爱，这个 Michael Kors 这一个牌子。那之前我们也有介绍过，其实它有很多的包款，包括上班背的包款或者是日常背的包款，简约感都有。对，然后再来是法国的品牌 Longchamp， 就是法国国民包，而且它每次一推出很多的颜色，喜欢的人还有包色的。对，包色负担也不会太大，对不对？也不会对，因为有一些很亲民的价钱，可能几千块就可以入手了。而且因为很经典，想到就会马上想到那个包型。对，而且他们就是巴黎人，真的走在街上就是人手一包。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Tory Burch， 这个是纽约的这一个品牌，也就是很厉害，而且这一个设计师他就是运用那种旅行的那种概念，然后在他旅行的途中发现了什么，就把它融入在他的设计里面。对，然后还有这个 Magic Club 这个牌子，现在他走的就是比较年轻、比较时髦、潮流的这个一个设计，我觉得也很适合年轻人或者是上班族的背。OK， 好，那我们先从包包来好了，我们先分类哈。但是我先从价钱好了，比如说我前半段的这一个是1000到3000日币，是日币哦，真的很便宜。对，所以你买下来，你不但没有负担嘛，对不对？你要买送人啦，然后每一个人收到都好欢喜，真的。对，就是这个只要1000到3000日币，日币，这看起来很贵耶。然后当
然你这些叮叮咚咚啦，都大概才100、200这样子，对吧？另外加出去的，对。好，我在东京涩谷逛街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呢那个尿急，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看到一个书店，因为其他咖啡厅都外面要等，所以呢我们就进去那我先冲进去书店看有没有厕所，就那书店就有厕所，然后我就冲进去，然后我就点了咖啡坐下来，然后带妈妈去上厕所就回来，就在这样子来回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因为我们不是读书的人，但是我们看包眼睛很准。哎呀，那边有书那边书海里面有包哎。我确定你不是读书的人。对，然后我就看到了，它很多颜色，它大概真的不知道1、2千块日币。就该不会咖啡比它还贵？对，有可能。然后它可以这样嘛，你把它腰缩起来，然后也可以把它放开，这样子。就变成很大呢，对，方便呢。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也是1000到2000还3000日币，这样子，它这都另外卖的啦，你就可以。我是看很多男生用这个，然后把它弄在可以勾在，因为它有预留这个环啊，或两边背带。对，可以拿个链子配自己喜欢链子，可以勾着。对，好，那我就这样放着。它颜色好可爱，很可爱，它好多颜色，啊，是不是？好日系哦，是不是很便宜？真的很便宜。啊，这些里里口口的会不会也很？哦，这个豌豆，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毛豆，这是辣椒，这辣椒我也是辣椒妞，我也是一个辣椒妞，这样都就是这种。很便宜啊，因为这真的才大概500块吧，不是台币哦，日币哦。真的比咖啡便宜。好，再来了，就是什么3000到6000的价位。哦，这个台币3000到6000台币的价位哈。那我要说的是这个啊，这个大概我在香港的连卡佛买的，但是它这个绳子呢就要另外买，绳子看起来比较贵，但是它的背带好像都是另外买，可以加上去。对，啊，这个我已经用5年6年了，就是疫情一开放可以出国的时候，我就买了这个。那再来呢，就是我去年去泰国的时候，曼谷的时候也是，那种很前卫、很可爱的感觉。对它是磁铁，它也是大概3000到6000台币，这样子。它里面的我所有的这些小包包里面的夹层都很多，就很实用啦。就前面就可以摆很多东西，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轻。对，是啊，真的对，所以它不奢啊，不奢，真的。而且可是你自己配这个绳子，这样配起来很可爱，对，是包包加分。因为我们刚才以为这个是这样子。贵州没有，我配的，它可以搭，好看。谢谢以上，好，接着下来谁？接下来我，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呢，其实最近在网络上很红，它叫做买包的尽头就是 Longchamp。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如果即便你今天经历过了，比如说很贵的包啊，很名牌的包啊，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到最后你都还会是回到Longchamp的牌子，因为它非常实用 ，CP 值很高。那像我自己啊，就是其他一些包包买了之后，其实到现在这个年纪，除了我要养我儿子之外，我儿子是一只狗，就是对，然后再加上生活生态，对，比如说我要拍戏什么什么，我慢慢就会觉得，哎，有一些比较奢侈的东西，其实我平常可能没有那么实用，然后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呢，我后来就很喜欢就是 Longchamp 的这个类似像。这算是帆布折叠包，对，它是一个折叠包。你走了一遭，又回到他这里来了。对，因为可能以前 P 牌的尼龙包什么的，以前买都还蛮便宜，但是现在它可能价钱都超过10几20。对，那我就会觉得啊，就是有点奢，对，有点奢，所以我后来就是非常买很多，对，很大哎，对，这个是大的，其实折起来的时候很小，对，然后很轻，然后皮也很轻，然后你出国的时候，像我说我买东西塞一塞，你即便就是放在地上，你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对。然后你看它其实也有小的，这个好可爱耶，这个是手，这个 size 上班族最喜欢，对，就是很实用，很简单，很实用。那这一个平均多少钱？这其实都几千块，对，不会到9000跟2000。它其实也有出皮的，对，有皮的就贵一点，但是这种就大概2000到9000。对，
差不多，然后看大小，没有到那么贵。然后像这个就是它那时候有一个，比如说小小的这个好可爱，配色设计。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平常出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对，那塑胶袋就可以了，那太轻了，不用这个。然后还有再更小的，好可爱哦！哎，真的各个尺寸都有，真的都有哎。它这个小的就是平常有时候下去买个东西或什么什么的时候用，全都是你的。对啊。哦。然后再来就是，哎呦，哇，还有肩，然后这个是有背带的，这个就是有背带的，对，对。然后这样就很好看了。对，就是其实它的，你看它这边还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细节，这个好看。对，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小细节。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吊环，然后其实它里面也很精致，它也是有夹层的，对，有夹层的。你不要看它小小一个，然后对我来说啊，就是它就是一个平常很实用，然后也很百搭的东西。然后你应该是看着每次需求，然后慢慢添购的，对，还是一次去就全买？没有，是慢慢。哎，哇，这个颜色好可爱。然后它其实现在也会有客制化，可以写英文名字会在上面的，其实也是可以配。而且这个品牌的这个，如果你在每个机场都有那个机场 only， 对，限定。比如说罗马有罗马，对。Special edition。巴黎有巴黎限定的。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也是他们就是最近很红的对网子包，听说这个很难买哎，这个对，这个不好，可是这个我很久了，然后这个我都找代购买，真的，因为它真的不好买，尤其是如果你要特别的颜色，像我以为这个颜色就是最红的颜色，小包这个蓝色，是哦，对，我不知道哎，它就算找代购买，好像也是1000多块，1800、1900，对，哎呦，你现在在月子中心都一直在联系这些事情，是他刚想要很忙，很忙，但是要买的受工，它耐操吗？看起来烂烂的，会断掉吧？它可以撑超大，对，它其实可以，哎呦，它可以撑，对，有个弹性的，是可以有一个看起来很像前一阵子端午节我们收到包水果高级礼盒，那个哈密瓜啊，就是水泥的那种。其实它这个起源就是他们在那个就有点像你在南法的时候逛街，然后里面会放一些水果啊，或者是蔬菜，就水果那个防撞的，而且它的袋子还有这更大的。对啊，因为我自己其实它就是有点是搭配性废包，所以我就有加一些，有时候滴滴答答挂一些小玩具，增添它一些感觉。它有伸缩的功能就好了。对，真的。然后这个呢，就是现在网络上非常对呀，发棍，对，你居然买得到？它的价钱其实真的就是，如果比起后面这个发棍来说，可能可以买6、7个，对，6、7个，对。然后它也是有各种颜色，而且它这个就是皮质的，对，所以它有比这个贵一点点，可是也都是1万出头而已这样。那我只是就是自己有东绑西绑了一些东西在上面这样子，然后它就是一个小发棍可以披这样子。蛮好看的，好看呢。这个很难买，是因为量很少嘛。这个是新出的，然后就热，然后就秒杀。对，现在红，现在每样都很喜欢夹在腋下。对，有点发棍的那种，对，这样抱着。谢谢大家，谢谢。听说第2棒，姐姐。没错，因为我是最近的社会新鲜人嘛，所以我应该是小资女代表。因为如果买一些顶奢啊、太贵的包包，我可能就不敢，比如说我桌上都不太敢放，怕会有什么油渍或者什么。所以其实我都是做完一个表演，然后会奖励我自己一个包包的那种感觉，就是用奖励的机制。因为现在包包像这次的轻奢，我就觉得我这几个包，而且它的颜色又很活泼，都是你辛苦工作来的。对，没错，像这个是我有一次去日本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去买的，然后它是算是牛仔包，然后是个新型，就是刚刚说的 Coach。对，因为我最近很喜欢 Coach 包，因为它最近的就是包款都出的很适合我们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包的感觉，然后像这个它就是有背带的，有背带，对，然后它就可以搭配一些服饰啊什么，它这样就很可爱。对，然后重点是这个是我那时候在日本买的，然后那时候台湾都还没有这一个，所以我那时候才下定决心说要买一个，然后当做奖励。就你刚好去那里工作，对，这么巧合因缘际会，对，就合理了，对不对？没错，就是有一个理由可以让自己买一个可爱的包包，看很好，这种就是牛仔，我赞成。然后还有这个我也是
很喜欢的一个包包，也是你 Coach 拿不的。会太成熟吗？哎，不会，因为你知道它的很上班族哎。它的背带是宽的，对，它背带是织带，就对了。哦，它的背带是宽的。重点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点是它这边。怎么了？做一个挂钩，可以让有看到吗？然后它就是现在不是我们会买什么泡泡玛特啊，或者这个卡夹，像现在就我都搭捷运嘛，就很方便 B 卡或者是挂一些娃娃在这边，我觉得就非常的可爱。而且不要看它这样，就是包包感觉小小一个，它其实里面的容量很大。对呀，它其实而且还有小夹层，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包型。而且有时候如果不要这个背带的话，还可以用提的，会拿，就直接提着这个小包，就是小小的这种感觉，所以我非常喜欢。然后它是一个皮的一个质感，然后再来呢，这个是小 B 的包，就是我会喜欢，因为现在我们喜欢穿黑白的衣服，所以就没有一个重点，所以我就喜欢拿一个很跳色，对，但它的。包包又不会到鲜艳到很荧光，对，也不会到很荧光，它就是一个很饱和的颜色，然后它就可以像上面我也都会挂一些毛毛的啊，或是娃娃这种，也是另外买吗？另外买吗？挂饰？对，都是另外买的小包包啊，就是这个像小娃娃，这个大概平均一个多少钱？我这跟你们说，这些包包，这4个包包大概一个都差不多1万左右了。哦，而且像我赞成，我觉得不错。像我常常去逛 Outlet，它就会再打折，就会更便宜。对，所以对我这种小资女来说，你看它也可以侧肩背。我觉得这个大小就是很适合我，然后这个颜色也很适合现在一些年轻人喜欢黑白灰的穿搭的一个重点。对，谢谢你啊，谢谢大家。哎，我的公益达人马毅，请。刚刚讲到 Coach 呢，我就要来分享一下，这个应该是6月吧？对，这是6月的时候刚上的，就是一个算是复刻款的，然后大家称它是平替款的机车包。然后，但是它其实在第一版的时候，在2014年的时候就出过，然后我今天其实是有带来的，在这里。这个是第1版的，然后这个是第2版，今年复刻的。然后旧的这个版本，它其实长得比较像波士顿包，就是它有一点点厚度，它也比较重一点点。这个是旧版，方一点。然后新版的呢，就皮革是这种油蜡皮革，然后比较窄，扣环是在2侧。那这个包包我个人非常推荐，因为旧版最大做到这个是32公分，然后新的呢就有出24跟38，然后这个是38公分的。可是它的价钱呢，它比以前还要便宜，因为以前的Coach是代理商，然后现在是直营嘛，在台湾。哦，所以这个呢，这个真的超级无敌便宜，这个机能性很强之外，它的新台币只要16800，是认真的哦，就16800。然后它有附这个是一条短背带。然后它里面其实是还有附另外一条长背带的，哎呀，这个是我真的有在用的包包，它里面是还有附一条长背带，然后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人如果只想要单肩背的话，你就可以带这种利落感。然后它2条背带都是可以调整的，是2条背带都有长度可以调整，对哦，这个也是。16800好便宜哦。对啊，在这边很大的大包。马毅老师，它有什么颜色？它有黑的，大的只有黑色跟麂皮的，然后小的话就是有黑色麂皮、白色棕色，哎，好像我是 sales 一样，是我在卖这些，太顺，这真的没有置入。现在还买得到吗？团购可以吗？买得到，因为刚上，然后。里面它里面就是里面都我的东西，天哪，好乱。有在用，而且它是有1、2、3个夹层，然后外面其实也有一个大的夹层，就是珠扣的这个夹层。对，然后吊饰也是他们家的吗？对，吊饰也是他们家的。然后新版的它有做一个锁头，对，就是锁头长这样。那如果说因为旧版就没有嘛，那有一些人就是可能，例如说我们去机场，然后我们去等车或什么，就随性想要把包丢在那边，然后就是丢在哪边？丢在就旁边啊，然后拍一个就是很松弛的照片啊，或者什么啊，然后你又怕有墙啊，你就可以把它锁起来，这就有一只小锁，对啊，整个包包提走不就好了？好像也是一个说法，1万6还有附个锁头，哪里好啦，就是它就是
就是有送你，对，他有送你一个挂饰啊，然后这边有个挂饰，好，其实有点重。那所以它比旧款便宜很多。它比旧款便宜，因为旧款以前是代理商，所以它代理商价格比较高。那新款的就是因为它现在是直营商嘛。那如果说就是大家有一些你知道 Coach 会员的话，还要打9折，所以它就是大概一个15000上下。他们就是我现在是 sales，或者我加1，或者百货公司有活动，对，哎，小的更便宜，因为小的才12800。哦，就是如果你再加一些小就差不多这样。对，就是一般现在像那我就会只上这个。就那个大。可是没有，我觉得这个对女生来讲其实有点大，因为它现在的集距就是24、38，然后以前是有个32，然后24就差不多比这个再大一点点。那我觉得，因为他们现在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今年的夏天是很适合使用麂皮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年超级无敌多品牌，然后夏天都在出麂皮，然后现在麂皮看到你也不会觉得说啊好像很热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小的我都会推他买麂皮。我告诉你，现在超认真，真的没有业我告诉你，绩。他8片 NB 的尿布加上4餐奶粉，一定放得下。它感觉很适合当妈妈包。这里面可以装3支没有包装的酒，应该可以吧？有可能刚刚你的表情是在想这个吗？对，重不重？新版的比较轻，旧版的蛮重的。旧版的是真的有一点是因为它皮革的关系，这个油蜡皮比较轻。这里面现在是有装东西啦，对，但就是这个油蜡皮革比较轻。对，而且最近 Coach 真的出很多这种油蜡皮的包，哎，就我有买一个黑色的法棍包，对啊，是以大包工作包大家来讲，然后它放得下 A4，放得下笔电，好看。所以就是其实我以为你可以这个。 OK， 可以。我在跟你联试络。包是，你不要跟我联络，你在那里登记一下，不要跟我联络，我再3个。然后有一个，这个是我在那个香港 Joyce 买的，它的底下这个是这个很重，对，这个就是可以当武对，器。它是那个亚历山大网出的，就是这个叫 Rico 吧，就是一个算是斜背的信封包，它超级无敌重。然后但我现在这样讲好像就是它小的很轻啦，就是它有小的，然后因为大的他们有打折，它是我在香港，这个是中款，那个垂下去感觉是蛮重。这是中的吗？好像还有你一背出来就超吸睛。对啊，就是它真的是蛮重的。然后因为这个人要偷的话，直接变血滴子。我跟你说，因为它的那个官网，它的那个官方 IG 的官方形象，它就真的拿这个包去砸车。当然，对。然后想说哇，好帅哦，就拿包去砸车，然后这个车子就被砸坏了。这样讲对吗？这个包就是因为当初在 Joyce 看到的时候真的很便宜，台湾卖39800吧。然后我在 Joyce 看到的时候打完折，再加上 Joyce 的一些小小的折上折，折完大概13000。哇，真的超便宜，然后它又是黑色，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必须买，不买对不起自己。然后4多36800跟39800，微风广场的定价，就我真的是你是变12哎，对啊，39变12很多，幅度太大了。然后这个包包我要推一个，它大的，这大的真的不要买，大家去买小的，女生买小的就好了。然后我会拿这个出来，是因为很多辣妹子都买小的。那我会推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有附一长一短的背带，然后短的换上去的话，你其实可以当单肩腋下包使用，然后长的是可以斜挎。对，就是辣妹背啊，很多辣妹，超多辣妹。真的对啊，对，而且它这个有我们要当辣妹，他们有那种特别的背法在袖上，就是让那个铆钉整个往外在前面被看到这样。对，然后他们其实还有出一些角锥状的、圆状的，但我个人觉得方的应该是比较实用啦。哎，这个随手放在男朋友的引擎盖上，哦，心就刮掉了，就直接分手。傻眼。就是大的就真的是蛮重的，那小的就是小的推荐给大家。对，谢谢老师。好的。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但是我想说它又不方便，那坐月子中心，它今天是把抛夫弃女，对，直接来自己介绍，真的，他搞不好这段时间在月子中心短28天或30天，他也有一些战利品哦。对，有应该有很多，每天都在那边闷的喘不过气，所以现在要来买一些东西犒赏自己。那我自己的轻奢包呢，其实我主要就是
轻奢也可以买到工艺非常好的，然后轻奢也可以背出有质感以外呢，其实撞包几率很少。然后首先我要推的是这个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它是一个瑞士的牌子，然后这个包包你真的这世界上不会有人跟你撞，因为它每一个包包都是独一无二。但是这个包包是他们家算是最大或者可能是偏大的尺寸，才差不多7、8千块。他们从2000、1000的小皮夹到3、4千的小包包，到最大的差不多7、8千块的包包。然后他们家的工艺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瑞士的牌子嘛，其实他们就是用卡车的帆布。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之所以没有人跟你撞，是因为你的赃物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它从卡车的帆布、脚踏车的内胎，然后截取下来之后，然后再经过洗涤，而且它每一个包包都是手工缝制。这样一个包包这么独一无二，它其实也才6000到9000，或者是甚至2、3千块，我就觉得很划算。然后它我觉得它背起来很有它的态度，是男生女生背都很好看。然后即便你要出国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就是这样子直接背的包包，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反折，就是你可以把它它可以有一个自己随便凹造型的感觉，然后你可以把它这样凹起来，变成不一样的造型。然后它这折掉了，还会变成不一样的图案。然后它里面每一个呢都有它的说明书，就会跟你说这个是用哪一个卡车的。这是用卡车的帆布，或者是它是用卡车的那个脚踏车的内胎什么的都会写上。履历很明显，履历很明显。这是他们家最红的一个包款，它的皮革真的非常非常的软，然后他们家就是谁背都好看。之前去法国玩的时候看到，不管是男生女生，不管是从美术学院出来的，或者在菜市场的阿嬷，真的很多人都背这个包，然后每个人背起来都不会觉得他们有撞包的感觉。这个他们家的品牌精神也是，就是他们强调就是耐用，然后你20年、30年，或者是任何人背都可以很适合。可颂包，对，煎饺，这是他们家最红的一个包款。可颂包，还有孕妇的月亮枕也是长这样。可颂包、牛角包什么，然后我觉得它很棒，就是因为它其实第一是它的皮革真的非常非常的软，然后他们家就是谁背都好看，然后他们这个颜色其实是有一点巧可可中的颜色。对，其实它会在你使用的时间上，或是你自己怎么样揉制，每一个人的包包都会有个态度。因为我就是之前去法国玩的时候看到，不管是男生女生，不管是从美术学院出来的，或者是在菜市场的阿嬷，真的很多人都背这个包，然后每个人背起来都不会觉得他们有撞包的感觉，你就会觉得每个人背起来都是不一样的态度。然后这个包包呢，其实我自己觉得不贵，是因为它的皮革，然后真皮，然后在日本买的时候，其实日币现在很便宜，差不多2万多，快3万。然后我就觉得很划算，因为他们家的材质啊，都是算是那种蛮顶奢的材质，可是他们家的做工跟所有的包包的配它的价钱的话，蛮配得起来的。好，以上就是我带来的包包。好接着下来呢，景怡老师要交给你了。好的。如果观众到现在还没选中好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们来看看。好，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轻奢的包包啊，其实如果小资主要投资的话，现在很流行大包嘛。那刚刚马毅也介绍了很多这个品牌的这个包包，我觉得这个包也是大家都抢着要的。然后这个是最新的颜色，好好看的颜色，对，很好看。然后旁边还有这种做旧、刷旧的感觉，而且这一颗包包啊，它很特别，是它就是直接帮你附好吊饰了，直接在上面的。因为他们有卖很多吊饰，你也可以再加上去，但是我觉得这个包直接就帮你附好了，因为它也是很软、很松弛的感觉，女生、男生背其实都很好看。它也有不同的 size， 那我觉得大包想要投资的话，我觉得这个包款也蛮推荐给大家的。这个也是1万多，对。然后再来大包的话，我觉得这个品牌的纽约的这个品牌的包包其实也很好看。然后这个是比较大的 size， 它还有比较小的是这种针织的这种编织感，这个就比较小号的，然后这个是比较大的，对。然后这一个比较大的，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包包的拉链啊，应该是我拉过所有品牌里面最好拉的拉链。真的假的？真的，他们家的拉链很多，包括皮夹。
哎，那个阻尼感真的是在演奏乐器吗它的那个拉链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被我们玩坏了。会坏掉。没有，他们家的拉链真的从我大概就是接触精品，就是大概这20年来啊，我拉过很多拉链，包括皮夹也是，他们的都很滑。马毅很在意那个阻尼感。哦，对，你可以。是吗？蚂蚁有没有有刚刚你讲的烤玉米吗？是什么？什么玉米曲？哦，玉米曲啊，一直想吃烤玉米曲。我也想吃。这个不是玉米尺，对不对？解饿了是不是？可是这个蛮好拉的。他们家的拉链一直都很好，而且包括在衣服上面，如果有做拉链的，拉链都做得很好拉。而且它侧面好好看哦。对啊，然后有一些金属的拼它接，侧面这样背有太前面就。其实我觉得女生如果背小的 size，其实也很好看。对，那黑色的就是很经典。如果说像我自己，我也很喜欢买黑包，然后我就会想说，哎，这黑包如果搭金色的金属或银色的金属，然后再去配一些吊饰，其实也。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如果是黑包的话，也有像这个，也是纽约的轻奢品牌，对，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带有一点点解构1层2层的方式，我觉得也是让这种有一点点方正，带有一点点小小的设计感，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扣头啊，其实如果你要松弛感，你是可以这样子拿，反而是比较好看的，好美。对，然后这个就是比较简约的一些上班族的女生信封包小的女生背，而且这个都是很柔软的一个皮革，对，皮革的处理也都很好。另外还有这个。我觉得除了黑包之外呢，棕色、深棕色的包包也是今年，就是我们都说深棕色、咖啡棕这个颜色啊，是2026年的新黑色。对。因为以前我们都看到这个颜色，就会觉得好难配哦，好难配衣服，难配你的腿而已啊，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配，其实想不到第二种配法。其实大家会想太多，会觉得这个深棕色好像就是秋冬的颜色，但是今年春夏超级多，对，你可以跟很多那种带有一点点莫兰迪颜色的这种颜色去搭配，然后另外你也可以跟很鲜艳，比方说我是蓝色，但是配这个颜色其实很好看，然后粉红色配这个颜色其实也很好看，对，可以撇除以前我们在配色的一个观念，然后反而可以让这样子的配色变得更高级，对。然后再来的话，当然还有麂皮包啊，刚才有讲到的，就是在春夏有很多的这种麂皮包，或者是像这样子流苏的感觉，对，因为它现在就是很流行波西米亚风嘛，还有那种流浪的感觉，然后还有那种游牧风，就是最近很多人的穿搭就是那种游牧感，然后大地色调，然后像这一种麂皮，它就是比较大地色调的。但你在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比较重一点的麂皮就会比较有个性，然后它还有拼接一些金属感。那如果你要比较轻盈的话，又有流苏感，就可以选择比较浅色的这种麂皮。哦，还有就是编织包，其实到了夏天就会有很多到处都会出编织，各种编织，可是还有或者是草编，但是编织也有像这个，其实这一个是皮革编织，皮革的，对，它其实是皮革的。对，牛皮然后去编织出来的，然后呈现比较轻盈的镂空感。你里面的话，它还有一个内胆，它有一个内胆，然后这边还有流苏，你也可以这样拉出来，然后让它有一点点层次，因为这个也是比较深的一个棕色，就像年轻妹呀都要把内裤头露出来，就是这个概念，你也可以这样子，然后就是很夏天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松弛、轻盈的这种效果，但是它就是皮革的哦。然后再来的话，不可以传一下，这样给我们好，可以 touch 一下，来，皮感哎，皮革的编织，对。而且它好有质感的感觉。对。然后像这一个材质呢，大家也会觉得它很像那种拉菲草的那种效果，对不对？它也是皮革吗？它不是皮革，它是棉麻，棉麻混纺出来的，然后做成很像那种草的这种效果，对，然后其实也是很轻，对啊，然后特别的纹。因为这一家这个是佛罗伦斯的一个轻奢品牌，它的包款其实也不贵，都是1万到2万左右的这个价钱，好轻哦，好轻的。然后它都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材质，然后去创造出那种编织。当然他们也有皮革的包款啊，那像这个的编织，然后它上面还有再加它异材质拼接的那个边线用的很好哎，感觉。对，其实它都是很细腻的，可是它的价位又不贵，就1万多块。黑帕都跟你的肤色好搭，真的，就我们不了这样人，无法驾驭的感觉。对。
然后像这一个包包也是，它其实就是用了一个拼接感，对，然后创造出这种草编感。可是你可以细看，它其实是帆布，对，它是帆布，然后异材质的一个拼接，然后再做一个这种皮革打扭结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工艺其实是很细的，但是我看到这个价钱，我就想说，天哪，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很好入手，而且很适合夏天背。会耶，帆布耶，对啊，可是我们其实它也有棕色的卡其色，你就会觉得它就是很像草编，但是它其实是帆布的。我觉得它的那个工艺的效果会让人家觉得蛮特别的，跟一般我们认知的那种草编包有点不太一样。你好适合骑着马背这一系列大地色的，游牧感啊，随遇而安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刚刚介绍的这种针织镂空包啊，还有夏天还有像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很轻盈，然后颜色也很轻巧，就是很适合，不管是已经很认真在研究。今天我们节目的伴手礼就是这个，大家带回去之后。等一下，钱就要先付出来了。项链超难买的耶，有一个很贵的那个婚纱品牌 Vera Wang， 然后他们有一个衣服，就是以 Vivienne Westwood 的那个做 reference 这个地方，对，然后他的 model 就是戴了这一条之后，所有新娘都想戴这一条。还有像这一个品牌，哇，这个是法国的轻奢品牌，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服装，然后他们的包款就是像这一个包款啊，或是这几个包款都是他们很经典的包型，这个是比较大一点，这比较小一点点，小一点的还有这种流苏的感觉。对，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就是巴黎的女孩都是很有，就是那种气质啊，很有质感，可是她们很率性，所以她在包包的设计上面，她可能服装她会是走的比较女孩优雅一点点，可是她搭配的包包就会是率性的包包，对，很适合那种巴黎女孩的这种感觉。再来，我觉得轻奢的一些配件也很推荐给大家，因为其实他们的价格都不贵，都就是可能几千块2万块之内，可是大部分都是落在几千块而已，然后都很容易可以入手。像这一个就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的这个项链，然后这个系列其实很缤纷，还有小小兵，好可爱哟。对啊，然后它是用了很多那种大自然的素材，然后去设计出来的，然后还有爱心，然后包括这种水晶，很像财宝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如果说是银色的话，因为这边是比较算是暖色调的，然后这边是银色调的，其实这个颜色也都很好看，然后它上面还有加一些那种粉彩的感觉，对，然后像这个其实它是分开的啦，只是因为我陈列的时候我把它叠戴，其实有时候像这种颈圈也很好看，对，或者是你也可以用这种叠戴的方式，它也有珍珠跟水晶，然后叠戴在一起，这个是细链，其实这一条底下这一条是 Y 字链。好，那介绍完水晶，其实我觉得像这一个品牌的珍珠项链呐，还有这些项链也是最近很红的，对，就是韩星很爱戴，所以全世界就是各地的。不是美亚们都很爱，对，真的，对，就感觉戴上它就像那个女团啊，对，刚才依依说的，就是戴上它就是跟撞包是一种荣幸的就是撞项链，对，那当然也是刚才有讲到那娜的一个复刻的一个概念。那这一次除了水晶之外，我觉得它也还有出这种文字的这个颈链，我觉得这颈链其实也蛮好看，你可以单戴，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叠戴，穿搭也是要有层次，包括项链，你也可以用这种链条、金属链条跟珍珠去做出层次感，这样的感觉其实也蛮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一条项链其实也蛮有趣的，它其实是它就是一条腰链吗？它是项链，超难买的耶。对，它其实，所以你也知道，因为你到底有没有专心在坐月子？你有没有问你有没有问他坐月子也很认真做功课。因为那个有一个很贵的那个婚纱品牌 Vera Wang， 然后他们有一个衣服，就是以 Vivienne Westwood 的那个做 reference 这个地方。对，然后他的 model 就是戴了这一条之后，所有新娘都想戴这一条。其实我那时候婚纱也想找，然后一直找。你有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这28天是他这辈子最有
时间研究这些东西。本来就很爱买。对，因为说 Vivienne Westwood 的这一个婚纱的这个轮廓，就是很多的礼服都会参考。对，然后它刚好在这个轮廓的上面，它放了这一条项链在上面，那你可以用这样子很随性垂坠的感觉。对，然后你也可以再自己去绕出不同的那种变化。对对对，他会穿那个大露背，然后你那个就朝在后面，垂在那边。对，然后这个就是土星环的这个地方。现在不管现在跟品牌无关，现在即便是高奢顶奢的香奈儿也是一样，它的珍珠除非是高级珠宝部门，但是如果它的一般的饰品的珍珠啊 ，Vivienne Westwood 的这一些珍珠全部都是塑嘎，你更要注意的就是你的乳液啦，你最好是前一个晚上你就已经擦好了，然后呢香水啊全部喷好了以后，最后再用那个纸巾去压一下，无法吸收的吸起来的。对，压一下，尤其是会有擦乳液的人、擦油的人，要不然那个塑胶很容易脱皮。你好好的就是保养它的话，可能可以用一辈子。但你如果没有好好保养，它可能我讲的就这么快哦，3个月6回破皮，然后不但6回，它里面的线啊，或者是金属会脆掉、断掉。这品牌它就是台湾设计师青珠宝，对，然后也是受到很多我们台湾的女生的喜爱。但是它真的是淡水珍珠，是它这一个金属啊，它上面呢这个也是蝴蝶结在上面，可是加了金属上去之后，你就会觉得跟一般的那种珍珠项链很贵气的感觉又没有了，反而更年轻化。金属会脆掉、断掉。然后刚才讲了它的项链之外，我觉得其实也有像这种比较小巧的这个多层次的这种戒指，3环戒，还有它的耳环、土星耳环，其实也都是现在小女生们很喜欢它的一个单品。那当然讲到珍珠，我觉得其实像这个品牌它就是台湾设计师青珠宝，对，然后也是受到很多我们台湾的女生的喜爱。但是它真的是淡水珍珠，对，养殖的珍珠。然后它这一次的设计放上了很多的，包括金属流苏的感觉。北投再过去那个。不是淡水在淡形容一个对，不会说是淡水有珍珠，巴黎也有珍珠，对，这样是淡水。对。 Sorry。然后它其实我觉得，因为像这种珍珠，这个就是比较没有打磨过的，很细的，对。然后像是这一颗这边的话，它是微微的有一些打磨，可是到这边小的，它又是对，微微有帮我打磨，对。然后到这边其实它又是那种有一点像巴洛克珍珠，蓝鸟吗？这个是蝴蝶结，对。它就是把一些，其实它这一个金属啊，它上面呢，这个也是蝴蝶结在上面，可是加了金属上去之后，你就会觉得，跟一般的那种珍珠项链很贵气的感觉又没有了，反而更年轻化。对，然后还有包括刚才有讲到这一种巴洛克珍珠跟打磨过的珍珠去拼接在一起，呈现比较有个性的这种感觉。对，另外的话，他们这个品牌还有这种，他们很受到女生的欢迎，除了珍珠之外啊，还有像这样子的小耳环，小巧的，包括水晶。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就是水晶疗愈的效果，这个是茶晶。对，然后这是运彩的珍珠母贝，我觉得这个品牌很有趣啊。除了珍珠跟金属之外，它现在又放入很多就很疗愈的水晶在上面。那它会不会很难照顾？就是其实它不会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像我如果去海边，当然就不建议。对，不行，一定要擦拭，因为它的如果是金属的话，它是黄铜镀金，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变色。如果你没有照顾好的话。可是它还是有售后服务啦，你可以送回店上去让它去处理清洗，对，其实是可以的，对。然后如果讲到饰品的话，其实这一个也是一个纽约的轻奢品牌，我们刚才有介绍它的包包，这是一个大蛤蟆吗？绿唇贝还是这个也是今年的饰品的一个流行趋势，因为我刚刚讲到了那种游牧风，对，然后还有自然的质感，它就是对，它就是贝壳啦。
对，贝壳，然后放在上面。然后今年的饰品呢，当然除了金属链条之外，也很流行这种绳结或者是皮革，因为游牧风的关系，然后再加上这种自然的纹理，就会有贝壳啊，或者是未经打磨的效果，然后再加上金属，然后拼接上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简单的 T 恤或一件很简单的洋装，像维维这样穿的话，其实再搭一个像这样的项链就会很有个性。对，如果再拿一个麂皮包，就真的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游牧风的一个白背心、喇叭裤这种。姐看一下，这很方便呢。啊，忘记带汤匙的时候就直接这样。是啊，其实很漂亮，真的。对啊，而且它这个品牌就是 Tory Burch， 然后以前大家都会买它的鞋，买它的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它的服装呢的设计开始就是转型，然后放入了很多设计师他可能在旅行之中的一些灵感。对，然后他这个有可能就是他在放假的时候，他在旅行的时候，然后看到在海边看到，所以他把这个灵感放在里面。对。以上呢就是介绍给大家，就是那我们去海边可以捡到这个可以带走吗？不行哦，不行，而且也不见得会这么漂亮。不行吧？其实我觉得，真的吗？其实我觉得现在要看当地法规。对，有一些先问清楚，要问清楚。对，然后还有就是要维护环境。因为我妈有一次我妈妈有一次在巴厘岛的一个海边，那个金巴烂海边，她就看到一颗石头，就这样一颗石头，像我们10块钱大小。她忍不住，她觉得好漂亮，她就一直放在本来在餐桌上吃，然后她就想要拿回去嘛，然后她就自己用卫生纸包，试图看有没有人会来阻止她。没有，她没有问我，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包，她就拿一坨卫生纸一直包，因为她放在包包里，一直包到。巴厘岛的那个海关那个出境的被罚钱。什么？对啊，因为不能拿哦，真的不能乱拿。对啊，不行，沙也不行啊。很多人都会很习惯，然后掏一个沙，然后放在那个瓶子里面要带回来，其实是不行的，要看当地的法规。对，那这种天然自然的东西，所有人我啊助理啊，大家紧张的要命，照看他不会，大家都要，我不认识，马上不要撇清关系，不认识他，你们的感情怎么？开玩笑，但我有时候吃完的鲍鱼那壳也超漂亮，我也想带走，不行带走。真的？对啊，鲍鱼不能，对啊，那壳超漂亮，不行带走。哦，是哦，没有想到这个对。哦，那螃蟹壳可以吧？不行，也不行。大家不要乱带，会花钱。好，都不要带，就这样。还是要维护自然环境。好。今天呢，所有的商品详细资料，请追踪女人我觉得 IG 就知道了。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跟我们分享，谢谢导播，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